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可能都偷偷想过的话题啊。呵，嗯，是什么呢？就是睡觉的时候，能不能，顺便就把一门语言给学了，比如说学中文，啊，这个想法我懂，听起来太美好了。是吧？我们手头这份为你准备的材料，就正好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你想想看，要是每天就那么闭着眼睛躺着，不知不觉中文水平就上去了，那得多爽！简直是学习者的终极幻想了。可问题是，这是靠谱吗？还是说就是个美好的念想？这确实是个特别诱人的想法，几乎有点科幻的意思了。咱们这份分析材料呢，它就抓住了这个点，而且，它摆出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哦，哪两种？就是说，一方面有人是真信这个，觉得睡眠学习挺有效的，可能还有自己的经验什么的。我好像都能想象出来，有人会说：我试过，感觉，好像是有点用。对对对，完全可能。但另一方面呢，这材料里也马上就有人出来质疑了，特别直接，就像给你泼冷水。真的假的啊？我觉得那纯粹是自己骗自己吧，心理安慰。哈，一下就尖锐起来了。没错，就这直接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争论的核心了。对，所以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帮你仔细看看这份材料里头，各方都是怎么说的，有什么证据，看看这个睡觉学中文的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帮你搞清楚这后面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人睡着的时候大脑能干这活吗？是的，准备好了吗？咱们就这开始深入聊聊。来吧。好的，那我们先看看，支持者的想法大概是什么样的。材料里好像提到一种说法，类似，我听说有人睡觉就一直放中文录音，醒了觉得对那个调调啊、节奏啊熟悉多了。对，这背后的逻辑你觉得是啥呢？好像是觉得就算没意识，这声音一直灌输也能在脑子里留点印记。对，这个想法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承诺了一种，不费劲的学习。你想啊，每天睡觉7-8个小时，这时间要是能利用起来学习，那效率得多高啊！是这个理。所以支持者的潜台词可能是，大脑就像个海绵，就算我们睡着了，它也能被动的吸收点东西，特别是声音信号这种。他们可能会想，至少混个耳勺吧，是不是？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就像我们老听一首歌，不专门记，旋律也会在脑子里转悠。对，但是知意的声音马上就来了。材料里反驳的观点可是直指核心啊！你光听见声音了，这就算学习吗？你懂里头说的是啥意思吗？你能用这个去跟人说话吗？没错，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的争论点：大脑在睡觉的时候，到底能处理信息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睡觉对巩固记忆很重要，对吧？就是帮你整理储存白天学的东西。对，巩固已有的。关键就在这儿，是巩固已有的。但这份材料里提到的一些研究，似乎就表明，在睡眠中去接收、处理全新的、复杂的、需要理解的信息，比如说一门外语的语法、词汇意思这些，大脑可能不太行，能力有限是吧？对，你想想，不同的睡眠阶段，大脑活动也不一样。比如做梦那个阶段 ，REM 睡眠，大脑是很活跃，但更像是在处理情绪、重组旧信息。而深度睡眠呢，虽然对记事实、记事件很重要，但好像也不是学新技能的好时候。所以说，光是听到声音，跟大脑能把它有效的编码、理解，变成你能用的知识，这中间恐怕有个巨大的坎儿。这么一说，确实，学语言不光是熟悉声音模式，还得理解意思，掌握规则，把词儿连起来，这些都要动脑子啊。对的，只要在意识都关机的状态下干这些复杂的活儿，听起来是有点太过乐观了。正是如此，这就带出了第二个核心的争论点，
也是这份材料反复强调的一个区别，就是主动学习和被动接触，这俩不是一回事儿。主动和被动。对，质疑的人就认为，睡觉听中文，充其量算是一种非常极端的被动接触，你根本没有主动去听、去理解、去想，更别说去回应了。而咱们通常说的学习，特别是学一个技能，像语言这种，它本质上肯定是个主动的过程嘛。那是肯定的。你想想，学自行车、学游泳、学编程，哪个不是要集中精神反复练，摔关头再爬起来才能会的？就是这个道理。语言就更是这样了，你得张嘴说啊，得练听力去理解呀，得看得写，这些都得你醒着专注的时候才能做啊。对，材料里可能还引用了些语言习得理论，比如强调那个可理解输入很重要，就是说你听的东西得是你大概能懂的或者能猜出来的，这样才能促进学习。不能是完全天天输。对，你睡觉的时候听那些完全不懂的对话，可能就跟背景噪音差不多，构不成有效的输入。还有那个输出假设，强调你得说、得写、用出来，才能真正掌握，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儿。这些主动的环节，睡觉的时候肯定都没有。显然是缺失的。所以这么看来，即使睡觉时听到的声音在脑子里留下点短暂的痕迹，但因为缺了后面这些高级的加工和主动使用，这些痕迹很难变成真正的语言能力。这么说，那个心理安慰的说法好像更有道理了。等等，有意思的地方来了。要是这么简单，咱们今天聊到这儿就行了。还有转折。根据我们对这份材料的解读，它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说睡眠学习完全没用，而是给出了一个更细致也更小心的结论。怎么说？它并没有说睡眠学习中文完全无效，而是指出它可能在某些非常非常有限的方面起到一丁点很微弱的作用。真的吗？具体是哪些方面？难道不完全是心理安慰？对，可以这么理解。材料好像是认为，如果你长时间在睡觉的时候就泡在中文的语音流里，它可能，注意是可能哦，对你的大脑适应这门语言的物理特性有点微小的帮助。物理特性，比如？具体来说，就是熟悉它的第一语音语调，比如中文的四声，那个高低起伏。老听可能让你的耳朵对这种特别的声音模式没那么陌生了。声调。第二呢，就是节奏韵律。每种语言说话都有它自己的那个感觉，那个节奏和停顿。睡觉时被动听，也许能让你对中文的语感流产生一种很初步的潜意识的熟悉。我明白了，这就像一种特别初级的磨耳朵。可以这么比喻。就好比你搬家到铁路边上，一开始火超呜呜响，你睡不着，时间长了，大脑好像就习惯了，甚至忽略了。睡觉听中文，就是让听觉系统提前适应一下这种新的声音背景。有的那个意思，减少你将来醒着真正去听的时候感到的那种陌生感，或者说认知负担，可能会稍微减轻一点点。明白了，所以这更像是一种声音环境适应，效果可能很小，而且只在声音的物理层面，完全不涉及理解和意思。对的，最多就是让你刚开始正式学中文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仅此而已。这个概括非常准，而且这份材料在这儿画了一条特别特别清楚的线，它那个语气几乎是在警告了，就是强调这种极其有限的可能的熟悉感的好处，绝对不能替代，也根本没法显著促进你必须通过醒着的时候主动学习才能获得的那种真正的语言能力。强调了绝对不能替代，非常强调熟悉声音模式跟理解这些声音组合起来的意思，还有能用这些声音和规则去表达自己，这完全是两码事，
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呢？前者是被动的熟悉感，后者是主动的技能掌握。材料的核心观点就是后者，也就是主动学习和练习，是学好语言唯一的办法，没捷径。好了，那这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正在琢磨要不要晚上睡觉放点中文材料听听看，根据咱们分析的这份内容啊，你可能得调整一下期望值了。对，指望这么干就能一觉醒来中文倍儿棒，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仪式感吧，或者最多在你漫长的学习路上，给你耳朵做个极其微小的热身。正是如此，关键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被动熟悉和主动掌握这俩差别太大了。这份材料给出的最终建议，或者说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别把希望寄托在睡觉上。它也许没坏处，但也几乎没啥用。真想学好中文或者任何一门语言，你就得老老实实投入时间、投入精力，醒着的时候专注的、有方法的、大量的去听、说、读、写。没有捷径，没有捷径，张嘴去说、去用、去犯错、去改，这才是学语言的正道。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从这份关于睡眠学习中文的材料里，咱们梳理出的核心信息就是，睡觉时听中文也许能让你对语言的声音特点产生一丁点模糊的熟悉感，甚至可能带来点心理安慰。可能。但它绝对不是学语言的有效方法，更不是什么捷径。要想掌握语言，关键永远在于醒着时候的主动学习、刻苦练习和实际应用。是的，这份分析主要还是集中在讨论听这个输入在睡眠中的作用，以及它跟主动说这个输出能力的巨大差别。对，但他讨论的这个关于大脑在睡觉时处理信息的能力，还有被动接收跟主动学习效果的对比，其实也打开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思考方向。是什么？既然这份材料主要说的是声音这种感官输入，那我们不妨更大胆地想一想，其他形式的更基础一些的被动感官信息。如果我们假设有办法在人睡觉的时候稳定地给这些刺激，那他们会不会用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潜意识、记忆，甚至是情绪呢？比如说特定的气味，如果这种气味跟白天学的东西有关联，或者某种跟特定记忆连在一起的很轻微的触觉模式，这些不是语言的感官输入，在意识下陷的睡眠状态里，会不会更容易被大脑某些更底层的结构记下来，或者跟我们已有的记忆网络发生一些我们还不太了解的互动呢？这个想法确实挺引人深思的。把讨论从相对复杂的语言学习扩展到更基础的感官信息在睡眠中的潜在影响。对，这方面咱们手头的资料确实没怎么提，但它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以后关注和探索的一个开放的问题。是的，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对睡眠中学习语言这个话题进行了这次深入的梳理和探讨。不客气。